没疫苗、没药物、没筛检、没方舱，北韩爆发了严重的疫情，却几乎没有抵抗能力。金正恩沉痛地表示，这是北韩建国以来最大的灾难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北韩的裸奔式防疫吧。嗨吼，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今年4月以前，北韩是一个零确诊的国家，没有通报过任何确诊案例，甚至堪称是这个疫情下面唯一的净土。但是5月中，北韩公布了他们的第一例确诊者，而就在短短的1个礼拜之后，全国疑似感染的发烧者已经飙破了200万人。注意官方使用的用词是发烧者，因为目前的北韩根本就没有筛检能力，只能用有没有发烧来当做确诊依据。而面对来势汹汹的 Omicron 呢，北韩没有接种疫苗，也缺乏重要的医疗资源，外界担心北韩即将进行一场毫无准备的裸奔式防疫。而今天我们会来看看的是，北韩的疫情到底怎么了？过去2年来零确诊神话是真的吗？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？在开始之前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你对 NFT 充满好奇，想试着收藏看看，但又怕被人诈骗吗？或许你可以考虑参加宝博士葛如君的最新线上讲座。宝博士接触加密艺术6年，是台湾区块链的重要推手。在这场讲座当中，他会分享加密艺术的起源背景、常见的 NFT 价值模型以及风险评估的标准，带你补充满满的 NFT 知识，看懂 NFT 各种项目的价值，降低被当成是韭菜的几率。而除此之外呢，宝博士也会从自身的经验整理新手必知的销售购买要点，提供给你参考，让你用50分钟讲座时间获得加密艺术的知识脑，在 NFT 市场更游刃有余。这场讲座是线上进行的，所以在家就能够轻松收看。6月5号之前购买还能够享有优惠价格哦。欢迎点击下方的资讯栏进一步了解讲座资讯吧。在疫情的初期，北韩其实反应很快。2020年的1月，当武汉疫情刚爆发时，北韩马上停止了所有出入境的班机，是世界上面最早实施边境封锁的国家之一。研究北韩的专家也指出，为了防止偷渡客携带病毒入侵，北韩针对从中国非法入境的人们也一律执行格杀无论命令。而另外一方面，北韩限制了国内各省的人口移动，防止疫情爆发，所有违反防疫规定的人们也可能会面临监禁的处罚，而更严重的呢，甚至会直接枪毙。在这种超严苛的防疫措施之下，金正恩对外宣称他们连续2年都做到了零确诊。不过外界对这个说法充满了质疑，北韩真的有这么神吗？疫情爆发之后，大部分国家的外交官以及人道组织都已经离开了北韩，所以说外界其实很难掌握北韩真实的疫情状况。2年前呢，北韩就出现过疑似病例，让金正恩紧急封城，只是后来都没有公布任何人确诊的消息。而去年也有新闻传出，北韩的士兵因为染疫而大量死亡，让金正恩大发雷霆。有脱北成功的医生表示，掩盖疫情是北韩一贯的手法，而在政府高压的统治之下，医生就算发现了疑似确诊的个案，可能也不敢跟上级回报。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北韩一定有确诊者，只是确诊者被关进了集中营，或是被拉去进行标靶治疗了。但是以上所有的消息都缺乏直接的证据，也没有得到官方的证实。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，北韩都坚持零确诊的说法，而他们对于疫情的自信似乎也认为没有疫苗没关系。去年7月 ，COVAX 主动提供北韩200万剂的 AZ 疫苗，但却被北韩给拒绝了。外界推测北韩担心打了 AZ 会有血栓问题，才回绝了 COVAX 的好意。而几个月之后呢 ，COVAX 又配送了300万剂的中国科兴疫苗，但又再次遭到了北韩拒绝。这次北韩表示他们的疫情控制得宜，甚至还呼吁把疫苗捐给疫情更严重的国家。有分析指出，这些理由或许都不是原因，北韩可能是担心，如果表现出缺疫苗的情况，西方国家会用人道救援的名义对北韩的人权问题指指点点，甚至干涉到他们的政治运作，才迟迟不愿意接收疫苗。目前全世界只剩下2个国家还没有帮人民打疫苗，一个是北韩，另外一个则是有非洲版北韩之称的独裁国家厄里垂亚。不过当初北韩抗拒疫苗的决定呢，却让他们后来在对抗 Omicron 的时候发现了毁灭性的打击。5月初，北韩官方表示，境内出现了首例的确诊个案，还透露4月底的时候，其实就出现了许多不明发烧案例。目前还不确定这波感染的源头是什么，但国外普遍认为疫情会大爆发，跟4月底在平壤举办的大阅兵活动恐怕脱不了关系。在北韩公布首例确诊者之后，才过了1个礼拜，国内疑似确诊的发烧者人数直接冲破200万，疫情呈现爆发性的蔓延，而官方紧急下令封锁措施，希望能够阻止病毒的扩散。而看
看到疫情海啸出现，外界最担心的部分还是北韩令人担忧的防疫能力。根据研究，北韩的医疗水准在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当中名列第193名，医疗体系可以说是残破不堪。有脱北者表示，北韩的医疗环境极差，像是注射用的针头会重复使用，或是把这个酒瓶拿来吊底滴等等。更不用说像是治疗重症用的隔离病房，或是运送疫苗的冷链设施，在北韩也几乎看不到。甚至在疫情爆发之后，北韩的官媒还鼓励患者使用盐水漱口或是喝养生茶这类的疗法，让人不禁怀疑当局根本没有准备对抗病毒的药物。现在面对 Omicron， 北韩采用的方法呢，还是只有隔离、戴口罩、量体温这种最基础的防疫手段。从疫情爆发到现在已经有2年了，当全世界有了疫苗、有了药物，慢慢迈向解封的时候，北韩拥有的医疗资源却跟2年前差不了多少，只能够赤手空拳的对抗病毒。而看到濒临崩溃的社会，金正恩也沉痛的向人民宣布，这是北韩建国以来的最大灾难。外界研判，因为北韩没有实施病毒检测，只靠发烧症状来当作确诊的依据，因此实际的感染人数可能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。许多专家也警告，由于北韩几乎没人接种疫苗，再加上缺乏医疗资源，这一波疫情呢可能会感染全国70%以上的人口，也就是有将近2000万人染疫。而如果以 Omicron 的死亡率 0.6% 来计算，光是染疫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，恐怕就会突破10万人以上。而另外一方面，除了感染人数之外，北韩最担心的还有他们的经济状况。过去2年，北韩实施了锁国政策，对外的经济活动大幅的减少，就连最重要的伙伴中国，贸易量也大砍了75%，让北韩的经济变得非常的虚弱。如果这次疫情再压不住，恐怕会成为压垮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让北韩面临破产危机。而或许也是因为内部的压力越来越大，这一次北韩罕见的透过对外媒体发布疫情失控的消息，引起了全球的高度关注。北韩释出的消息被各国媒体还有政府解读成是一种求救讯号。中国政府表示，他们已经准备好全力协助北韩度过危机，而南韩呢，则是主动释出善意，愿意配送疫苗、药物来支援北韩，就连死对头美国也愿意提供其他方面的国际支援。虽然说到我们截稿为止呢，北韩对于大部分的协助已读不回，还没有正式接收任何国家的帮忙。但根据南韩媒体的报道呢，北韩已经私下派了货机前往中国载运医疗物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外界能提供的帮助恐怕也还是很有限的，这是因为即使拿到了充足的药物，以北韩残破的医疗体系来说，可能也没有办法阻止大规模死亡。而如果要打疫苗，以北韩总人口2600万剂来计算，每个人要打3剂，也要7000万剂左右，更不用说每一剂之间也要间隔几个礼拜才能够施打。想要靠疫苗来拯救疫情，恐怕会有一点点来不及。所以就算有国外的帮忙北韩的疫情能不能够踩住刹车，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。这让大家惊讶的是，北韩主动释出了疫情失控的消息。过去北韩的负面新闻能压就压，会选择向国外释出消息，可能是金正恩面临两难的抉择：到底要咬牙苦撑，还是要低头求救？如果选择咬牙苦撑，自己面对疫情，那么结局可能会是大量的民众死亡，经济一落千丈，会严重的动摇金正恩的统治基础。但如果低头求救，寻求国际的帮助，也会与过去北韩自给自足的形象不符，不只会削弱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，损害金正恩的尊严，也可能会让外国势力有机会干涉北韩政府的运作。我们推测，这一次北韩先对外释出疫情的消息，但没有公开接受国外的资源，可能呢就想来测试各国的反应，来判断接下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对自己最有利。我们认为，虽然北韩要拉下脸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但反过来说，如果金正恩愿意接受国际的救援，其实有机会促成区域的和平。不久之前，北韩才在试射大型的弹道飞弹，展现军武的实力，让南韩、日本、美国非常紧张。而刚上任的南韩政府也说过，他们会采取更强力的军事战略来回应北韩膨胀的军事野心。而如果这次疫情，北韩愿意接受来自于南韩、美国或是国际的支援，或许也可以让区域冲突降温，改变过去互相对峙的局面，让疫情的危机变成政治上面的转机。好的，那今天呢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里今天想来问大家，你觉得北韩会公开接受国际的援助吗？会，疫情已经太失控了，赶快稳定下来比较重要。B 不会，金正恩应该拉不下脸，顶多只会公开接受中国的协助。所以看情况，如果连中国都帮不了北韩，可能就会寻求各国的支援。提其他留言告诉我们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北韩的疫情发生了什么事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这个地方看看金氏王朝以及我爱金正恩，让你揭开北韩的神秘面纱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